只看 MACD 能不能抓到暴涨股，只要看懂这两根线，股价飙升早发现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哲，今天我们来学习有关于 MACD 8种金叉交易法当中的第7种交易买点——空中缆绳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阿哲的视频，可以点赞订阅阿哲的频道，在阿哲频道首页还有 MACD 其他6种金叉买点供大家学习和交流。我们先简单了解 MACD 的组成部分。MACD 总共有5种组成的部分。我们看到这一张图表当中，首先我们对于 MACD 两根线快线和慢速线的交叉有金叉和死叉的一个定义。比如说，当市场当中出现了快速线上穿慢速线，我们称其为金叉；如果市场当中出现了快速线下穿慢速线，则为死叉。那么以此我们可以看到图中的这5个组成部分。第一个是图表当中的能量柱红柱，它代表下跌的动能，以及图表当中的绿色柱，我们的上涨的涨能。同时两根线就是快慢线，像这一根走势比较容易变动有所波动的，它是一个快线，而相对平缓走势波折较小的，我们叫它慢线。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一个轴中轴，它则是一个零轴。我们经常会用大白话去说，在零轴之上叫做水上，在零轴之下叫水下。那么零轴有时候我们也称它为一个临界的这个水平面。好，那么简单了解了有关 MACD 的组成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 MACD 金叉交易法当中第7种空中缆绳的使用技巧。它可以用来专门发现市场当中急剧将要飙升的股价买点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解说的图谱。 MACD 空中缆绳，那么它有3个相对的条件。第一个我们需要在 MACD 的指标当中去发现一个动作，叫做市场当中出现了金叉，一个快速线上穿了慢速线，此为金叉。但是它不是哪个位置的金叉都可以，它必须在零轴附近。那么这一个零轴附近，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个临界，这一个水平面。那么它在这附近则意味着是一个低位的金叉。大部分情况下，水下或者说在水上的话，要靠近零轴，这都是可以的。但如果是在相对高位一些水上远离了零轴后的金叉，则不是我们需要找到的空中缆绳。那么第2个要领就是我们后续寻找的一个股价形态，它应该是在上方，就是2条线 DIF 和 DEA， 也就是市场当中 MACD 它的快慢线应该后续在金叉之后来到了我们的水面之上，来到了水上。那出现这种动作之后，我们要去关注它后续要形成一种极度靠拢，相对两线有所粘合的那种状态，最好是能够粘合，最差那么也是要出现相对的靠近。好，这种形态出现，一般它的能量柱会有一些异动。那么因为能量柱的一个观察，其实就是观察我们这2个快慢双线它的距离。那也就是说，快慢双线它的距离如果离得越远，那么下方的能量柱将会越大那么如果2根线相对的聚拢靠拢，那么下方的能量柱就相对来说会比较缩小。那么如果是极度的合格的靠拢，它应该出现零散的小红和小绿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，它就是一排一排我们看到的小小的绿柱，它和前面是不是有大幅的缩小？而图表当中 MACD 的2根线是非常靠近的，非常靠近的，虽然还没有粘合，但是已经非常靠近。这种靠近的过程，这一个形态，我们往往股价是在上涨当中出现的一个盘整，属于上涨当中的一个停顿，而它的再次启动一般将会出现快速的再次的上涨，而这种行为很多时候是资金
在上涨途中震仓所留下的痕迹，而震仓结束，吸筹结束，后续股价则将容易再次的启动。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确定性较高的点位，它一般体现在 MACD 中是这一个绿柱，上涨的动能再次的明显的放大，在股价上最好是一根相对可观的实体阳线。这就是 MACD 空中浪神的基础教学，基础的图谱，我们看到实际的案例，比如 SNAP 20年10月的行情，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股价是缓慢的爬行，而爬行过程当中其实并不强势，但是过了某一段时间之后，股价突然之间大幅高开而后飙升，短期是不是从低位 28.95到最后短短的3天到了 43.19， 是不是很快的时间内出现了一个短期的攀升？那这种行情能够把握吗？我们看到下方的一个 MACD 指标，是不是从下方可以看出 MACD 的这一个金叉发生在水下？注意了，水下金叉它同样呢也算是低位的金叉。好，那么水下金叉之后，是不是双线后续就站在了水面之上？那么我们也可以发现的是，某一时间段这个绿色它消失了，但是又没有红色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两线非常的靠近，已经极其的粘合，基本上肉眼难以去发现它们是谁在上谁在下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MACD 空中浪神的形态。那么我们说到股价要出现明显的异动，去发现这种飙升点，它应该有一个什么呢？在这种空中浪神之后，出现一个绿柱的明显放大，对应的一个价格应该有一根比较不错的阳线实体阳线。那你会发现这一天是不是比较的强势？那么它可以作为一个我们认为的飙升启动点。那我们再看到这一个AMAT 24年2月的行情，今年的行情，同样的，它是不是在股价上涨调整一个换挡之后，出现了相对的加速上涨？我们同样也可以用空中浪神去看一看它的一个表现。那它呢是属于在水面在水上附近出现的一个金叉，也属于低位的一个金叉。但金叉不能直接作为一个买进，因为很多时候金叉买了，它不一定就会给你一个必然上涨的地方，一个买点。很多时候呢，你可能会买在一个高点，所以一般我们不买在金叉当天。我们看到后续的股价走势出现了一个盘整震荡调整，而下方的双线是不是绿色的小点点出现了？那么两条线基本上也比较难以去肉眼识别。那么我们会发现，虽然没有完全粘合，但是极度的靠近。那么当股价再次强势的上行的时候，并且 MACD 的绿柱出现了冒出比较明显的放大，那么这一天后是不是股价出现了和前期不太一样的斜率的上涨？这是一个加速的上涨。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注意事项，我们需要去简单的做一个了解。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，你要注意了，如果你发现确实有水下金叉，那没有问题。但是水下金叉之后，双线是不是跑到了零轴之上？跑到零轴之上也没有问题。但奇怪的是，它一直在上冲，而并没有出现两线的粘合靠近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后续再出现这种小红小绿这种两线的粘合交缠，它属于空中浪神吗？阿哲觉得它不太标准，它并不适合用这种形态去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脱离了低位，因为呢它处于一个相对长时间的上涨之后，已经到了高位，而且这种上涨已经是一个相对强势的加速的上涨。如果在加速行情之中，我们再去后续发现它出现了两线粘合，那它是一个空中浪神吗？这里我们就不能够特别好的去把握了。那你会发现后面有突然之间的冒出很大的绿柱吗？也没有。好，那么各种
不标准，导致后续并没有再次加速，而是下跌。所以呢，未来如果你发现股价已经相对强势的加速过了，在相对的高位出现空中浪神，那如果没有买点，那肯定呢是观望，大概率呢会下行，因为这种空中浪神形态有时候也象征了一种转势转势趋势的转变。那低位的话呢，容易转为加速的上行，在明确的强势 K 线出现之后，那如果是在高位出现，那往往没能够继续强势，则将会走弱。这就是 MACD 空中浪神我们所说的这个注意事项。你会发现，真正标准的空中浪神应该是低位金叉而后上行，但是空间不会上行的太多，那么相对的一波上冲之后就快速的盘整，而不是长时间的上涨。这种时候出现的低位的空中浪神，更容易是资金的一个正仓吸筹的点位，它后续的启动才更容易是一个飙升行情，而不要找高位出现的空中浪神。这是阿哲为大家分享的 MACD 第7种金叉买入交易法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如果对你有所收获，也不要忘记在视频最后可以点赞视频、订阅阿哲频道，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